嗨，我是 CV， 欢迎来到我的2023年10大电影排行。在前年2022年的榜单当中，以黑色幽默和剧本为重的电影占了较多。2023年则是挑选了许多富有特色、更加重视画面审美的电影。在进入10大电影之前，先来简单介绍这次的荣誉提名，其中包括大卫芬奇的 Netflix 串流电影《杀手》，意大利剧情长片《回不去的那座山》，结局力道强劲的动画电影《镜子孤城》，以及坎城金棕榈得主《罪恶真相》。另外还有3部值得提及的商业电影，分别是《芭比》、《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版，还有《人物4》。先来讲《芭比》这部电影，它在性别刻板印象上做了许多的描写，从母系社会到父权制度，在冷嘲热讽两性喜剧下，也探讨个体存在的意义。不仅场景的粉色视觉强烈，妆法和服装造型也是它的卖点之一。主角 Ryan Gosling 再次展现了继《越来越爱你》之后一流的上跳功力。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版则是作为一部优良的电玩改编电影，在奇幻冒险的氛围上有很好的表现。杰克布莱克更是给出水准之上的配音演出。如果要总结2023年的动作片，那肯定要提及《捍卫任务4》这部电影。这次除了维持刺激满点的打斗枪战以外，更是带有着过关斩将的电玩感，消弭了过于夸张的情节所带来的违和不适。虽然在文戏上依然有缺失，但整体来说是一部可以忽略部分缺点的娱乐电影。Mr. John Wick。以上就是今年我觉得表现不错的几部荣誉提名，更多的电影评论可以来参考我的 Letterboxd。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2023年的10大电影排行。Shall we start? 第10名，《怪物》是由四之愈合执导、坂本裕二编写的日本剧情片。影片用了3段不同的视角，产生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旁观者的方式俯瞰对错与善恶，还有孩童之间的情感。故事从一桩疑似霸凌的事件作为开端。身为单亲妈妈的早知屡次拜访学校找寻答案，但迥异的是，校方始终采取非常消极和回避的态度。保利老师话中带有攻击性，不认为自己有犯错，甚至做出在严肃的时刻吃糖果的行为。校长也以冰冷，像是在读稿般的重复性应答，完全不像正常人的说话方式。尽管教职人员不断地向家长鞠躬道歉，却刻意避开校园霸凌的核心问题。双方来回对峙的气氛十分吊诡难受，观众就如同母亲一起被校方联合起来隐瞒真相，将情绪紧紧绷在弦上，随时都准备要爆发。饰演母亲的安藤樱在演技上表现相当抢眼，带来了颇具个性的演出。无论在表情或肢体动作上，瞬间就能跳脱出一般人对日本演员的刻板印象。他在面对如同邪恶怪物的校方面前，不甘示弱地为儿子进行抗争。怪物这部电影先让观众感受到愤怒，再引起同情心，最后用温柔来层层将我们包住。结合四之愈合的柔情与坂本裕二的剧本编写功力，如同品尝一道拥有多重情绪层次的美味佳肴。どうも。もう一度聞いてもいい？第9名，《我的完美日常》是一部由德国导演 Wim Wenders 执导的日本电影。饰演主角的伊佐广司在片中扮演一位平凡的公厕清洁工。镜头下简约有序的日常生活和日本的街景摄影都非常的令人心旷神怡。在清晨天还没亮时，主角就起床开始一天的例行事项：梳洗打理、帮盆栽浇水。出门上班前在贩卖机买一杯咖啡，开车前往工作的路上放着录音带的经典老歌。在一成不变的日子里，用音乐和阅读灌溉生活，感受其中的情调与美感。主角打扫的公共厕所都长得非常特别，这些厕所是真实存在于东京涩谷区，并且有数十位建筑师所设计，是为了美化公厕所建立的专案计划 The Tokyo Toilet， 其目的是改善人们对公厕脏乱阴暗的刻板印象。手伝っていい？这部片大部分的方向看起来像是3部戏电影，但实际上与主角擦肩而过的人们都对他平淡无奇的生活产生出涟漪。例如打扫厕所时发现了圈叉游戏，把车借给年轻的同事载朋友，与逃家的子女短暂的生活，或是遇到居酒屋的老板娘前夫，两人在桥下谈心。这些看似平常的事件，却能够无形地牵动起主角的心情。
导演有时不把人物的关系说得太明白，只用行为、表情和少量的资讯来阐述人物的心情与关系，再配合梦境传达出不是从容，也并非不安，更像是沉默与深思的微妙调性。这些就像是主角隐藏在深层被覆盖的情绪与表情。完美的日子是一部富有生活记录感的电影，伊佐广司也非常融入这样的剧情安排里，完全的变成一个城市里的小人物。这样的演绎也让他拿下了2023年坎城影展的最佳演员奖。第8名，以父子之名。以父子之名是一部反映出乌克兰人坚强与力量的电影。片中主角帕姆菲尔曾经是一位游走于黑白两界的走私犯，退休后的他返乡与家人团聚，没想到儿子竟然意外地烧毁了教堂。为了弥补损失，帕姆菲尔必须联系起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重操走私旧业来还债。故事的时间设定在马卡兰节前夕。马卡兰节是一个乌克兰的传统节日，人们会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戴着鬼魅浮生的面具，围绕着萤火共同祝贺佳节。但是在这个欢乐且充满生机的庆典之中，仍然潜伏着一触即发的暴力犯罪。以父子之名又高标准的电影美学及充满力量的叙事方式，表现出不一样的乌克兰隐含风格。帕马菲尔不只是父子心切，更是豁出一切的来背负责任与承诺。他刻下禁药，扬起拳头，像是蜷伏在地的野兽，即使弯着腰，也大步前进的来回闯荡这腐败的里世界。导演在场面调度上表现惊艳，像是这幕群架的场景，镜头围绕着主角转动，演员们来回轮番上阵，在一片混乱中，摄影机人不失主题的一镜到底。在马卡兰节的桥段，演员调度与场景布置也都相当的出色。De har fundet en deroppe, som kan føre jer sikkert frem. 第7名，神选之地。电影讲述一位丹麦牧师被指派到冰岛去监督当地教堂的设立。故事设定在19世纪，是一个交通不如现在发达的年代。这趟旅程并不容易，尤其是这位牧师还带了大量的书籍和巨大的相机随行。导演用摄影机捕捉场景的同时，也把环境的音效很好的渲染入观众的感官里。你几乎可以品尝到空气中湿气与海水的咸味，或是因为下着雨而不曾干过的衣服，那冰冷贴身的难受感，都透过荧幕宣泄而出的，让观众瑟瑟发冷。我们看到主角卢卡斯在面对艰难的环境时，遭遇了信仰上的考验。在这个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文明与野蛮相看两相厌，人物关系充满着被动的侵略感与敌意。Jeg kan ikke, og jeg vil ikke tage et billede af dit modbydelige fjæs, dit hjerneløse svin. 像是会说丹麦语却硬装作听不懂的导游，以及自作主张渡河的牧师，这些小举动逐渐的累积，并且恶化两位主角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愤怒就像酝酿了数个世纪的火山一样，即将爆发。透过角色的对立与冲突，持续制造出意外事件，让富有耐心的镜头也能持续的带有剧情张力。生与死在这片美丽又冷酷的寂静之地，似乎不是那么的重要。就算有谁丧命于此，大概也只会归咎于自然界的残酷无情。冰岛的美丽与险恶，紧绷的角色关系，人性与信仰的考验，所有的一切都会将观众们缓慢的吞噬殆尽。Jag blir nysgjerrig. Du sitter där och ser på porno på höjlydsdag liksom, så vill jag säga ja. Jag får se. Jag får se. Slutt! Jag får se. 第6名，我恨我自己。北欧式的幽默感通常冷静克制且具有讽刺意味，这部片就是属于此类型的作品。故事的内容反映出了社会病态的影子，映照并放大人们想要被认同、被爱、被受关注的需求。这些需求大致是像艺术权，小则男女情感关系。我们看见女主角喜格纳舍弃健康，利用摧残自己来博取同情，一心想要成为众人的焦点。镜头用几乎邪恶的角度摄影着一对自恋的情侣，借此对当代社会的年轻族群投以揶揄的讽喻，挑动不安道德的极限，也披露软烂人性的最大尺度，同时把斯堪的纳维亚的地狱幽默展现得淋漓尽致，过瘾无比。Är du stolt av mig?
导演探索人物脑海里的想象，将理想与现实无缝的做出交叉剪辑，从女主角夸大不实的幻想，到现实落差下的细腻对比，从荒唐之中酿造出恶趣味，让人仰头长叹的同时，又不自主的暗自发笑。Vi ser jo det at du har misbrukt ett eller flere ulovlige legemidler, og det er jo derfor du har blitt syk. Christopher Borgli 可以说在影像叙事上有着极高的才华，也是讽刺电影的剧本天才。本片糅合了疯狂副作用的喜剧灾难性，加上吞噬与追星病毒那令人尖叫不已的角色病态举止。我和我自己在观测黑色幽默的同时，也用毛骨悚然的角度探索伴侣失能所带来的悲惨结局。揭示每分的自恋与不满足的背后，藏着无止境的自卑与焦虑。逐渐崩坏的内容不仅刷新三观，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也挑战观众的忍耐底线，也更是作为一场讥讽美学的极上洗礼。Hi, Carrot. It's Mom. I'm just calling to say that I'm so excited to see you tomorrow. Joseph! You're my angel, and I love you. Okay, I love you. Okay, bye, sweetie. I love you. 第5名，宝可噩梦，由恐怖大师 Ari Aster 导演，构思10年，打造出一部焦虑不安、母爱逼人的创伤系电影。主角阿宝由 Joaquin Phoenix 所饰演，是一名有焦虑症的中年男子。他发量稀疏，身形微胖，个性和眼型像个小孩。导演选择用成年男性来诠释这样的角色，除了在外形与个性上做出了反差，也传达出这些创伤是会跟着人长大的。故事讲述主角阿宝返家探望母亲，但路上遇到诸多的阻碍和一连串的突发事件，大部分都是没有逻辑且具有攻击性的。我们看到他住在治安败坏的街区，半夜收到邻居莫名的噪音抗议，租屋处被人占据，房东也漠不关心等等。画面总是充斥着细节与各种暗喻，风格类似去年的中有部分真实危机时，两者都是用了目眩神迷的画面，配上作者内心世界所构成的私人故事。而宝可噩梦在电影类别上掺杂了恐怖和喜剧成分，更深层的去挖掘那些藏匿于深处的儿时记忆。观众一同随着阿宝踏出这充满创伤的史诗冒险旅程，东奔西跑的持续感受过多的爱意、压力，甚至是恶意。You selfish little boy! What are you crying about? D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I had to go through to bring you into this world? 母亲集权地掌控着孩子的一切，压抑他原本该有的正常感情。性被教育成邪恶的死亡诱惑，母亲几乎代替了朋友以及伴侣的角色，就连父亲都无法介入阿宝的生命，强制被切割。这3小时的狂野幻想中，我们造访了导演无比私密的童年空间，也探索家庭世代所带来的压力与恐惧。这些埋藏于深处难以名状的情感，全数透过影像进行爆发，像是一路被追杀的噩梦情境，或是无法翻身的灭顶沉船，逼迫观众在荧幕面前共同目睹主角在精神上的死亡。Under our federal law in Litorga, if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a man, including in the case of an avoidable accident, his eldest son should kill you to preserve the family's honor. We do it here in the station on level B. 第4名，欢迎来到极乐世界。知名肉体恐惧大师大卫·柯能堡的儿子布莱登·柯能堡，将血腥和科幻恐怖进行结合，一脚踏进父亲的猎奇领域，另一脚则踏进了自身独具一格的迷幻美学里。故事讲述小说家詹姆斯与妻子来到外岛度假，认识了一群朋友。然而一次夜游中发生严重意外，正当要被处以极刑的时候，当地执法单位给了他另外一条选择。For a significant sum, the state will build double to send in for your execution. Do you, James William Foster, consent to be doubled and to the associated fee for the purpose of satisfying our legal proceedings? 略带悬疑感的剧情持续建立起观众的好奇心，让主角不断来回处于危险与死亡边缘，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这种把生死大事当作娱乐体验，就像是对造物者的挑衅，对神明的亵渎。影片散发背的罪恶感的同时，又用强烈的视觉美术刺激观众，如同让我们吸食药物后产生幻觉，在梦醒弥留之间观赏扭曲变态的罪行。富裕的人们挥霍金钱来进行烧杀掳掠的疯狂游戏，揭露出人性的丑陋欲念。My dungeons. I
den förfärlige nu. 英国演员 Mia Goth 完美的诠释出女主角盖比癫狂的形象。她循序渐进地让詹姆斯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教唆他行凶犯罪、绑票杀人，使主角脱离原本正常的生活，模糊了自我身份，向邪恶的圣母卑躬屈服。Kill the dog! 科幻恐怖是一个能够把现实层面的议题用电影滤镜来很好转化传达的类别。我们透过夸张放大的故事内容和视觉特效，去挖掘出观众的特定情绪，或是讽刺现实生活。欢迎来到极乐世界，把人们身份认知的迷茫用替身这个科幻主题来呈现。另一方面，又表现出金钱的支配力与环境的影响力。主角詹姆斯娶了家境富裕的妻子，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但他在写作上却毫无灵感。也许是舒适的环境阻碍了他的发展。盖尔代表了一位能够给予主角自我认同的角色，并且提供了完全不同且惊人的生活体验。但这些认同感和体验并不是主角自己争取或是领悟到的，而是透过他人有目的性的引导诱选底下，进入了更加迷茫的世界中，从富裕优渥的安稳生活变为堕落混乱的放纵。我们甚至能够进一步的去把这个主题放到导演身上。在父亲的电影世界中长大的布莱登，就是主角与妻子艾姆那样安稳但缺乏突破的环境。他必须透过一种改变，也许需要遇见像是盖尔那群人的疯狂经历，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电影身影。I actually came here looking for inspiration. 若用表面上来分析电影，则可以看作是讽刺了用外表来换取利益的人们。他们总是高谈阔论，但实际上也很可能是空无一物的躯壳，就像攀权富贵的生物，虚有其表的寄生在他人身上，直到被拆穿之时，才陷入了无限的自我怀疑。Voulez-vous que je croisse? 第3名，盲六与沉睡的女人。法国导演 Pierre Faults 改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短篇故事集的动画电影，除了编导也身兼制片和作曲。动画风格使用2D 作画加上3D 头像模型，让人物颈部以上的动作更加容易呈现，整体带有一种微写实的作画感。剧情先由地震之后拉开序幕，背景设定在2011年东北大地震后的日本。体会到天灾恐怖的人们，整天一蹶不振地瘫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着救难新闻。接着镜头来到银行办公室，青蛙君救东京，讲述精神分裂的人想象出一只巨大会说人话的青蛙，两人计划要共同对抗地下巨大的怪物。Comme disait Nietzsche, la plus grande sagesse est de n'avoir peur de rien. 过生日的女孩是关于女主角无法忘怀的回忆。她在某年生日收到餐厅老板给的神奇礼物，是一个能够实现任何愿望的礼物。Avez-vous un vœu, mademoiselle? 这些在同个时空下的不同角色，面对着个人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危机。故事夹杂梦境、记忆与魔幻现实色彩，将村上春树的想象力倾泻倒入观众的耳中，流入身体里的每个角落。6个短篇故事奇幻的展开，表面平静之下的是情绪汹涌且满腹文学隐喻的悬疑剧情。有人用想象力逃离现实压力，有的人迷失在感情关系和自我之中，也有人只想要找到自己的宠物。这些故事的答案，作者不会直白地告诉你，双眼所见之物也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就像潘努拉的盒子或是薛定谔的猫，藏匿在其中的秘密，只有观众本人才能知晓，属于他们的个人解答。Wist je dat er meer mensen op de maan zijn geweest dan op de bodem van het Boesmanschat? 第2名，我的爱留在那片海。03年的金马影展出了一部意境悠远且美丽的荷兰电影，镜头透过凝视和特写，描绘一家人面对父亲离世的心情，尤其是儿子波瑞斯和母亲美罗，细腻地表现出每位家庭成员面对伤痛的处理方式。当电影配乐凄凄不安地响起，画面中波瑞斯站在滑板上，微风徐徐地拂过稚嫩的脸庞，他合上双眼，步入水中，做起父亲教过他的潜水训练。Het geheim is om onder water altijd kalm te blijven. Wat er ook gebeurt. 屋里的每个角落都残留着美罗与丈夫的生活痕迹。踏出门外，又是一阵风带来的回忆。两人裹着棉被，随性地躺在地上。在一栋未经整理的空房里，美罗想象着未来客厅、厨房以及卧室的模样。Ik ga even verder, want ik heb nog een
e o resto um verbo. 电影大部分的场景都聚焦在屋子里或是四周的环境，好像是在诉说着家人们同时抓紧着回忆也放不开的心情。少了父亲的家看似冰冷，但经由镜头恣意穿梭于过去，能够把曾经的余温带来现在的时空里。En dan zag er nog net zo de onderwereld in verdwijnen. Arme Orpheus. 随着电影向前流动，角色们的生命体验也不断增加地流入观众的感受之中。随着不同阶段的悲伤，一切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否认、愤怒、争执、沮丧和接受，情绪如深海般神秘的变化无常，也可能是随时会来临的暴风雨般无法捉摸。离开的人是一座电话亭、一架钢琴，遗留下来的记忆是不曾回应的耳边细语，或是那首共同弹奏的熟悉曲子。我的爱已留在那片海，唯美而忧伤，时而细腻动人，时而暗伤涌动，像是步入一场没有道别的葬礼，静谧无声，隐隐作痛，是一部相当美丽、意境悠远的丧礼电影。Oh, nice tux. Thank you. Wow, it's a rental, right? Yeah. Yeah. 第一名，萨特本。本片的电影摄影师的最大优点之一，在视觉上重现了巴洛克时期的艺术之美，尤其是在光线和阴影的运用，几乎像是卡拉瓦乔的作画一样。在导演 Emerald Fennell 对细节上的坚持和摄影师 Lena Sangres 的辅佐之下，无论在远处或是近景，还有特写方面，都有着令人赞叹的美丽影像。It's like kind of made for being a painting by Caravaggio, to be in those rooms with light coming through the windows. We kind of worked ourselves into those ideas together. 而这样的电影面临的挑战，就是必须把唯美的摄影组织成富有娱乐性质的故事。为此，导演和他的团队做到了，在呈现欧洲城堡内的景色做了很好的影像捕捉。近景的部分则是细微的处理出人物的特写镜头。像是贴近脸部表情或是身体部位，让整体的调性是以人物为中心来驱动剧情。Can I help you? Sorry. 故事讲述主角 Oliver 在就读牛津大学时，认识了一位家境富裕的朋友，在暑假期间进而受邀住进对方家族的大宅地里。但 Oliver 全身上下都散发出不属于死地的气息，不仅外表打扮朴素，学费也是靠着奖学金的支持才得以就读。饰演主角的 Barry Cogan 在外在条件上没有其他角色来的高挑帅气，不过当他的演技发挥时，却能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感。尤其在日夜之间的转换，简直判若两人，瞬间就能够引起观众的注意力。Ollie, you know what Daddy started to call you? Spider-Man. 除了主角以外的其他角色也都表现得十分优异。像是母亲犀利且尖酸刻薄的语气，父亲那克制在崩溃边缘的尖锐情绪，大女儿那精神病似的神态，和大儿子的从容不迫，甚至是配角的演绎都留下令人深刻的印象。Ask me some. Nah, you're okay. Come on. It's not like I don't believe you. Please, come on. No, I believe. Fucking ask me some then. 萨特本挥洒出青春校园的天真浪漫，也走进奢华贵气的上流家庭。影片在节奏上掌握出色，每个段落都设下了高点与特定氛围，是富有夏日气息的青春剪影，亦是进入哥德城堡的冒险故事。以极具张力的角色关系，搭配上绝美的电影摄影，互相碰撞出美感和娱乐兼具的影像作品。以上就是我在2023年从百部电影中挑选出的前10名作品，剩下一些未能及时观赏的遗珠，之后会在 Letterboxd 或是 Instagram 做文字评论。这个排名也有可能有所变动，我会把排行榜的链接放在影片下方。能发现更多好看的作品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与相同喜好的人分享更是一件难得可贵的美谈。欢迎各位留言讨论你的2023年度电影。我是 CV，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